Hello，歡迎大家收睇金金貓模型頻道。今集就係 SD 模型系列啊。Legend BB 嘅騎士高達，2012年推出，又12年啦。呢個騎士高達其實同武者橫太模，又或者叫橫陀模啦嚇。仲有一套再冷門一啲嘅叫做司令戰記呢，係齊名嘅。都係屬於老 BB 戰士，即係元祖啦。騎士高達系列又叫做 SD 高達外傳。我自己覺得相比起 SD 戰國傳嘅武者系列，名氣就好似冇佢一樣咁高啦。不過1989年發展至今，騎士高達系列究竟有幾多篇章，又有幾多角色大家係認識嘅呢？今次喺砌 Legend BB 騎士高達之前，我斗膽簡單介紹一下 SD 高達外傳嘅歷史同埋出場人物。但係戴定頭盔下 SD 高達外傳我唔熟㗎。以下嘅內容圖片都係靠上網又或者參考人哋嘅資料，單憑我嘅理解而集合起嚟，有機會係唔啱。先俾大家睇一睇呢個由1989年開始，直到而家2024年騎士高達系列嘅歷史總表啊！我都係因為製作呢一段影片先知道，原來騎士高達已經係有4至5個大系列㗎啦。每個系列再細分3至4個篇章。如果真係有錯，希望有相關知識嘅朋友可以留言糾正俾有興趣嘅朋友知嘅。我估有好多人，包括我在內，都對騎士高達系列嘅世界觀係冇好深嘅認知嘅。特別係角色人物之間嘅關係，官方其實都幾亂嘅。相比起 SD 戰國傳，聽聞去到海鬥神戰記，即係北條高達，係曾經腰斬咗一段時間。有好多篇章連玩具都冇，係得卡嘅啫。開始第一篇介紹之前，大家首先要有一個概念，騎士高達所在嘅世界係叫做史達德亞，並且係有神嘅存在。守護呢個世界嘅神就叫做黃金神。呢位神就代表正義，有正義就一定有邪惡噶啦。而另一位代表惡嘅神就叫做邪神巴洛克降。呢兩位神嘅戰爭係所有騎士高達故事嘅開端，但係佢哋兩位要去到第6篇新 SD 高達外傳黃金神話同埋第7篇海鬥神戰記先至正式出場嘅。希望我咁樣講會令大家了解餘下嘅故事發展，特別係騎士超越之龍嘅存在。因為超越之龍係橫跨幾個篇章嘅，形態都有4至5個。第一篇截古自護篇，或者叫做自護萬歲篇啦，主角就係大家最熟悉嘅騎士高達啦。第一章拉古羅亞之勇者，故事地點發生喺拉古羅亞王國。騎士高達眾所周知就係 SD 戰國傳嘅橫太模真岳參。因為俾黃金神揀中啦，而用雷電嘅方式召喚，但係中途呢，就因為俾頭先介紹嘅邪神巴洛克降同埋暗之皇帝截古自護嘅干涉呢，而發生意外。唔單止令到轉身嘅形態同埋時間唔同，真岳參嘅善惡之心更加被一分為二，善嘅一面就變咗做騎士高達，而惡嗰邊就變咗做撒旦高達。故事一開始，騎士高達係失去記憶嘅，而拉古羅亞亦因為突然出現嘅魔王撒旦高達而出現滅亡嘅危機。
咁喺呢個危急嘅時候，國王雷比爾任命騎士高達同埋一眾嘅同伴，希望獲得傳說中石板嘅力量去討伐魔王。最後騎士高達係獲得石板嘅力量嘅，咁着上三神器獲得勝利。雖然係阻止咗撒旦高達嘅野心，但係三神器之一嘅炎之劍就連同撒旦高達一齊跌咗落熔岩裏面啦。第二章傳說之巨人篇，正當騎士高達同佢嘅同伴凱旋回城之際，發現拉古羅亞王國咧被傳說中嘅巨人嚴重破壞。為咗拉古羅亞嘅和平，騎士高達又要再次出發去討伐傳說之巨人啦。騎士白色首次出場，真正身份就係騎士馬莎，而佢身上着嘅鎧甲日後係會翻去超越之龍裏面。第三章阿魯加斯騎士團，由於經過撒旦高達事件之後，騎士阿寶發現自己嘅實力同埋心理都好唔成熟，於是就出發修行啦。佢去到正在同蒙佐帝國交戰嘅阿魯加斯王國，發現騎士團團長高達 MT1 失蹤，失去咗 MT1 領導之下嘅阿魯加斯騎士團就變成一盤散沙啦。於是阿寶就團結佢哋，唔單止將控制國王嘅堪斯康魔物對靈打敗，更加救翻被俘虜嘅 MT1，兩個國家從此就和平相處落嚟啦。呢一篇嘅最後一章第四章光之騎士。騎士高達因為多次救助拉古羅亞，而被國王雷比爾認可成為咗全能騎士，身上嘅裝甲都唔同晒噶啦。同一時間，阿寶咧亦都將阿魯加斯騎士團帶到嚟拉古羅亞王國，計劃同截古自護進行最後嘅決戰。會議期間，騎士 MT1 身上嘅神器豎琴突然間有反應，引導公主芙拉咧演奏，從而將5位高達傳送到最後嘅決戰場地自護塔。騎士高達喺塔裏面遇翻以新生克隆姿態復活嘅撒旦高達，佢哋兩個喺對戰嘅過程當中呢，感覺到原來大家係一心同體嘅，於是兩個就再次融合啦，變成咗騎士超越之龍，打低咗暗之皇帝截古自護。可能會立刻會有朋友問：喂，點解兩個高達合體之後唔係變翻做真岳粲嘅呢？相信好多人都會有呢一個疑問嘅。因為創造史達德亞世界嗰陣，黃金神同邪神之戰結局係兩敗俱傷嘅。大家可以喺圖片睇得到，所謂嘅神同我哋認知嘅高達機械人其實都係差唔多，所以都係需要駕駛員嚟駕駛。雖然黃金神贏出呢一場戰鬥，但係亦都要付出代價，就係一分為三。原本嘅駕駛員唔見咗，意志同埋身體都被分離，身體就被逼沉睡。而身為意志嘅黃金神之核就只好去揾新嘅駕駛員，希望能夠令黃金神復活。環太無真岳粲就係合適嘅人選。當黃金神之核將真岳粲帶嚟騎士世界嗰陣，其實已經融入咗真岳粲嘅身體裏面啦。所以最後合翻嚟就係黃金神之核嘅實體超越之龍，而唔係還原變翻做真岳粲。有好多嘅細節，例如最初駕駛黃金神嘅係邊個呢？我冇講到嘅，因為太多資訊。如果要一次過講，相信好多朋友都唔能夠立即理解。第一篇，大家只要知道騎士超越之龍除咗係黃金神嘅一部分之外，亦都係騎士高達同撒旦高達嘅融合就可以啦。SD 高達外傳嘅第一章截古自護篇，我就好簡單介紹咗全部4個章節。如果真係有錯，希望有其他朋友可以留言補充嘅，但係亦都要呼籲大家要以友善嘅留言去交流啊。係時候要去分享呢一盒 Legend BB 嘅騎士高達啦。我唔係最近再版先至入，係今年2月底同 Legend BB 武者環太無一齊買。呢盒模型板件嘅數量唔連 PE 件，只係得4塊嘅啫。保色貼紙方面真係唔多，我估自己係會手油保色嘅。呢隻銀色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啦，水紋就一定有。我決定今次挑戰一下手油第2款銀色。我將全部零件剪落嚟，將銀色嘅廢框留埋落嚟。用 AV 油嚟試色嘅，好處就係油完唔使洗啊嘛。我手揸住嘅就係 70.997 銀色，而呢一款我買咗好耐噶啦，未試過。69.063就係金屬顏色鋼鐵啦。我預先油咗一層黑色做底色，好讓大家睇得清楚一啲。先試一試銀色。再喺旁邊上一層鋼鐵色，
兩隻顏色我上咗2層，效果就係咁嘅樣噶啦。鋼鐵色就比較暗淡，銀色就比較明亮。咁我決定揀呢一款銀色啦。至於呢兩件黃色件，我就用金燈 Marker EX 黃金色去改色嘅。嗱，我發現呢個 Legend BB 都有好多偷膠位嘅，例如紅色腳底啦，連接腳部嘅關節，同埋呢個藍色嘅左手開掌啊。咁我決定唔補偷膠啦，因為騎士高達好少用呢隻左手手掌嘅，咁多數都係揸盾噶啦。手遊咗成日，先俾大家睇一睇呢個輕裝形態。其實騎士高達相比起武者高達，就好少顯示呢個輕裝形態。嗱，不過呢啲都係我哋呢啲老嘢嘅回憶啊，咁有得展示好過冇啦。上翻好全部裝甲就係呢個樣啦，不幸一定都會有，我覺得 OK 就得啦，俾大家睇一睇更鏡啦。大部分銀色件我最多上咗2層，感覺上就唔太好啦。都係嗰句啦，手遊同朋友都係各自有樂趣，自己開心就得啦。呢支長矛我有做無縫，不過都係睇得到條夾痕啊。希望下次再做好啲啦。騎士高達仲有一個人馬形態，就係呢個。其實我好想知，如果比賽究竟係騎士高達嘅人馬形態比較快啊，定係普通嘅馬跑得快呢？嗱，呢個系列嘅 BB 戰士又或者 SDX 系列，我從來係冇接觸過嘅。咁今次呢個 Legend BB 騎士高達雖然係2012年推出啦，咁我睇翻以前嘅圖片，呢個 Legend BB 嘅外形相比起以前嘅 BB 戰士已經係進化咗幾個層次噶啦。咁啊，將 Legend BB 武者環太模都放埋出嚟啦。我估唔到自己要事隔30幾年啊，先第一次接觸騎士高達嘅。嗱，兩隻代表 SD 界嘅代表性人物，雖然唔係全手遊啊，但係都對得住自己噶啦。今集暫時嚟到呢度，咁希望今集嘅騎士高達第一篇截古自會篇嘅介紹唔會換到大家啦。嗱，我預咗係會有批評嘅，咁但係我做得呢一集就預咗噶啦。其實我都係希望帶俾自己，又或者欣賞我呢一段影片嘅朋友一個回想。因為人年紀大咗，好多嘢都會唔記得，又或者忽略咗。希望大家有時間停落嚟，重溫一下自己以前嘅一啲回憶啦。咁下一篇就係 SD 高達外傳嘅第2篇圓桌騎士篇啦。嗱，大家可能會問啦，喂，下一集會唔會有圓桌騎士嘅模型分享啊？喂，BB 戰士都好啦。咁我可以話俾大家聽，係冇嘅，我買唔到，因為真係太難買啦。雖然我自己都想揾黃騎士2世手遊支撐一下下一段片，咁但係真係揾唔到。嗱，不過大家可以放心，我仲有3個騎士高達系列嘅模型，應該係可以去到機甲神傳說。咁但係最重要都係要大家中意我呢一段影片，咁啊記得俾 like 同埋留言啦，分享俾有興趣嘅朋友收睇。咁 YouTube 呢先至會將我呢一段影片多啲推薦俾其他師兄師姐睇嘅。如果大家唔介意聽我老牛聲，同時又唔想錯過之後嘅 SD 高達外傳嘅篇章介紹，咁麻煩大家要訂閱我呢一個頻道啦。好，下集再見。